干什么？收拾东西走人。你要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我要回家。不跟你回家。你冷静一点。你是魔高的创始人，你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打拼，公司起来了，你被踢出去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自己犯的错，我自己一个人承担。你留下来协助 David 干好你的工作，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。别让我对你失望。欧总，欧总好。欧总，欧总，欧总，我可能要离开魔高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。所有项目的资料，我会尽快移交给 David， 大家好好配合。魔高就拜托大家了。喂，欧晨，你忙完了吗？什么时候回家？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好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做。你说了算。那我给你煲汤，等你回来。好，那我去办点事情，晚一点到。嗯。晚上的酒会一起参加吧。没心情，不想出门。就在公司简单办一下，不用出门的。上任 CEO 第一天就开 party， 请大家吃吃喝喝的，你挺会笼络人心的嘛。这是咱们3个开办公司之初定下来的，不管是有新成员加入，还是有新的任命下来，都要开欢迎酒会的。现在哪还有我们3个？而且我也不在乎什么规矩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不要这么感情用事？不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刚刚做完手术，我真想一拳把你打趴下。你都知道了，你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要挟夏沫和你结婚，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？如果不是你挑拨的话，我就不会误会夏沫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决绝的分手。就算没有我的插手，你们也会分手的。夏沫想要的是平静。
稳定的生活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你用什么给他平静、稳定的生活？小城，还是你的钱？等一下，夏沫过得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是吗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他爱不爱你。就算你用尽各种手段，逼迫他和你在一起，他也不一定会幸福。如果夏沫不幸福的话，他可以重新选择。夏沫是自由的。我今天收拾小陈房间，看到离婚协议，上面写着您的名字。虽然你没有告诉我，但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小陈好。离婚协议你先存着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跟我在一起不幸福了，那你随时都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，重新选择你想要的生活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是。哎呀，可惜我都已经扔了，现在找估计找不到了。我们一家人现在这样在一起很好了，健康快乐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快喝汤吧，都凉了。我之前有砂锅煲的，你看看是不是更好喝？干嘛呢？把银行卡当房卡，能刷得开吗？妈，你回来了，快开门。别跟我这装糊，我早都把你赶出去了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要赶我出去啊？失忆了，被欧辰传染了。休息一下，把药吃了吧。夏沫，我被董事会罢免了。我听西蒙说了，你要是想离开魔高，你可以离开的。可是魔高好像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说你想要离开欧华盛，自己创业，开一家游戏公司。后来你真的做到了。
你开的公司成功上市，游戏也特别受欢迎，所以你做任何事情，我都相信你，相信你可以做好。如果你想要离开魔高，另立门户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创业的风险，我们一起承担。你要是觉得累了，我们也可以休息一段时间。我听西蒙说，这几年你一直很辛苦，都没有假期，有时候连周末都没有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工作交接一下，我们出去度个假，散散心。工作的事情先不要着急考虑，等你把身体彻底养好了再说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的地方？我想让你陪着我去海边看落日。好啊，那我去查一查行程，然后列一个出行计划。那等我把工作交接完，我们就出发。哎，夏沫，你这是要和欧晨去旅游吗？我想带他出去旅游，因为他现在也不管公司的事情了，我怕他一下子不适应现在的生活。我看他还挺适应现在的生活，你不觉得欧晨像变了一个人吗？哎，我也发现了，姐夫不像以前一样老是冷着脸，现在还会做早餐，还会洗衣服。我还看到他常跟牛奶玩呢，我都惊呆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被欧晨的变化给感动了？就是因为他现在变得太突然了，我才担心。因为他不是那种可以把心事儿摊出来说的人。他现在被公司免职，心理压力一定很大。我也不知道能为他做什么，我能做的只能是带他出去散散心、旅游。等他回来之后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再好好规划后面的生活。那你们打算去哪儿玩呢？欧晨说他想要看海岛的落日，所以我最近也在帮他研究研究，给他做个攻略。那我帮你一起看。我也要看，这给我。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钱？因为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游戏未来市场很大，但从业人员紧缺，价格就自然水涨船高了。而且我们公司一直都是用行业最领先的人员，按照这个预算，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。谢谢戴总。戴总 ，HR 说时间紧张，招人难度比较大，而我们部门的员工也已经在超负荷的运转。如果再进不来人的话，恐怕就没有按期完成任务，那就只能推迟内测了。把 HR 叫来，我亲自问他。他今天一大早上休假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休什么假？产假。不如我们把上线的时间往后延一延，这样大家的压力都小一点。时间不能推迟。找猎头挖人呐！去挖人吧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好，谢谢戴总。怎么样？这个 CEO 不好当吧？要不你来试试吧。No， 我才不跳这个火坑呢。戴总，闪电娱乐刚刚发来律师函。哎，什么律师函你就给撕了？一家初创的公司说我们公司的泡沫星际抄袭了他们的游戏，他们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这个消息，并且艾特了我们的官微和你们3个创始人。
马尔代夫怎么样？啊，马尔代夫不好，没有新意。姐啊，你可以试试帕劳。帕劳要从澳门或者香港转机，旅途辗转，我怕欧城是你吃不消。哎，那你们可以去塞班岛啊。它除了一些沙滩、潜水，就正常的那些旅游项目之外，它还可以去看看太平洋战争时沉没的军舰，男生们肯定喜欢。姐，希腊的那个圣托里尼也不错，那儿有全世界最美的日落。最美的日落，巴厘岛也说有最美的日落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好吃的。不过这好像也要从香港转机。你们晚上要吃什么呀？我回家给你们做。姐啊，别做了，太辛苦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你叫上欧辰，我请他吃饭。怎么突然邀请欧辰吃饭？这就是为了要奖励他，给你洗衣服，给你做饭，还要表示我对他刮目相看。快打电话给他。创意和人设是欧辰出的，整体世界构架观是我们讨论出来的。他们说我们抄袭，通这是诽谤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已经请了国内最好的版权律师，帮助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喂，欧辰。塞蒙，我下载《时空传奇》对比过了，和我们的游戏确实很像。那就是他抄袭我们，有可能。这什么公司这么不要脸？有一些游戏公司不脚踏实地做项目，天天盯着大公司的动向，偷袭创意，出资滥造之后投放市场赚钱快，或者他们想绑定我们公司炒作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把他告上法庭，就正中他们下怀了。我之所以给你打电话，就是要告诉你这个，只要涉及到游戏版权的法律问题，你都要让David谨慎处理。好。虽然现在玩家们都站在我们魔高这边，骂闪电娱乐他们恶意炒作，但是玩家们也需要我们公司尽快给他们一个说法。版权纠纷这个问题啊，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，而且对方还很有可能钻了法律的空子，设计我们。依我之见，还是不要闹到法庭上去为好。我们可以先去真正的了解一下他们的意图是什么。以我粗浅的经验来看，他们要么是要钱，要么是要名，或者是希望被我们公司收购。那戴总，您的意思呢？时空传奇这个项目我已经研究过了，可以100%的确定，他们的核心技术、人设、世界观，甚至玩法都跟我们一模一样。很有可能泡沫星际在发布之后，我们就被人盯上了。他们这一路抄下来，做了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，就着急的上线。现在来反咬我们一口，无非是想借势炒作。律师马上就到，我们先听听专业的意见，再做决定。好，戴总啊，你好。关于泡沫星际的版权问题，我已经跟戴总详细的沟通过了。这类案件呢，通常只有2种解决方法，一是庭外和解，花钱消灾。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所以关起门来说话。这只是在版权有瑕疵情况下的最好解决方法。但是泡沫星际是贵公司的重头项目，斥巨资花2年的时间才打造出来的，所以根本不存在抄袭的动机。第二，就是上法庭跟他们当面对质。抄袭本身就已经很可耻，他们还想倒打一把，这简直在蔑视法律的尊严。必须让他们吃点苦头，他们才能接受教训。法务，对方的诉求了解清楚了吗？他们要求我们赔偿损失。那具体金额呢？公开道歉并且赔偿的话，2000万；只赔偿不道歉的话，5000万。如果我们能出到1个亿，他愿意把公司送给我们，并且向我们道歉。我建议不要姑且退让，这种公司让他们吃到甜头，会有更多的小公司都围上来的。那就打官司吧。杨律师，
你觉得打赢的胜算有多大？如果我们搜集好证据，准备充分的话，应该有90%的把握打赢。我想让我告诉你，现在关于游戏的法律并不健全，我们很难赢这场官司。但是和解跟收购可以解决这个麻烦。首先，我们没有抄袭，没有必要主动提出和解。其次，这个公司的行为太可耻了，如果收购他们，会助长行业内的不正之风。他们既然要打官司，那就成全他们，法庭上见。David，我整理一些项目资料发到你的邮箱，希望能对公司的开庭有所帮助。公司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你就不用费心了。